Hello，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那首次 LK99的准备工作还正在进行，大家知道现在正在开那个什么会是吧？所以现在的物流是受到影响了。我正在挨个和这个卖东西的确认，这个淘宝上啊，别到时候我买了6个，最后1个到不了，那我还玩不了是吧？那这个韩国的海金明研究室啊，这个韩国网友啊还在玩他那块磁铁，玩的是乐此不疲。我们看看他怎么玩的。他在一个万用表啊放在欧姆档测电阻。那2个表笔呢，连接在2个在塑料桶上绕了几十圈铜线的这个线圈里边。笔筒的直径大概6公分，铜线直径呢我们就算0.8毫米吧。这时候读数大家看到是0欧姆，因为铜线的电阻比较小嘛，普通万用表可能是测不出来的。然后呢，这时候啊，他把一块永磁体，你看他把一块永磁体投入到笔筒中，这永磁体大小呢大概4×2×1。这万用表的读数啊，在永磁体进入笔筒的瞬间呢，开始变化。那永磁体不动后呢，这万用表的读数呢，又归零了。它后来呢，又将一个含有弱的铁磁性的物品，就是它合成的样品，也放到笔筒里边，读数没有变化。我们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学学的这个电磁感应原理嘛，对吧？这个永磁体的静态磁场啊，它进入铜线圈之后呢，虽然铜线的电阻是很小的。但是当磁场变化的时候啊，根据这个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啊，会在导体中啊产生电流。这个磁场变化呢，可能是由于这个永磁体的磁场进入或者离开铜线圈它导致的，是吧？当感应电流流过这铜线圈的时候呢，它会导致铜线圈内产生一个瞬时的电阻，而这个电阻呢是由感应电流产生的，并且会导致万用表在欧姆档上显示一个非零的读数，它变了。所以一旦这个永磁体静止，不动了，磁场就不再变化了，所以感应电流呢也就停止流动了，铜线圈的电阻呢就恢复到这个极低的值，就万用表的读数呢就再次归零了。当他把将这个可能含有这个就是它合成的样品弱的铁磁性的物品放入笔筒中，你看它们的存在呢通常不会显著的影响这个磁场变化，因此呢不会产生足够大的这个感应电流来改变电阻测量，因此啊万用表的读数呢保持不变。所以这个现象的解释啊就在于磁场的变化引发了感应电流，而感应电流呢导致了电阻测量的变化。这只会在什么呢？磁场变化较大或较快的时候才能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而弱的这个铁磁性物品啊对磁场的影响是比较小，因此不会引起电阻读数的显著变化。这是韩国网友的这个继续玩他的磁铁啊，玩的不亦乐乎。我们看一下啊，我昨天说的这个啊，想咨询这个 AI 啊 ，ChatGPT 是吧？看看如果我做实验能不能通过呀？问一问 ChatGPT。所以呢，我正好也把这个做了一下，给大家看看。看一下这第一个啊。第一个呢，就是我问这个 ChatGPT 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字比较小啊，稍微给大家念一下。那我问他呢，我说这个我给了他一个用铜去掺铅磷灰石的这个烧结方法，实际上就是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论文里边的那7种合成路线啊。第一种呢就是李世培他们常用那种，第二种呢是磷酸铅加氧化铅加铜啊，再加这个另外一种东西。第三种呢是硫酸铅加氧化铜啊。那么第5种开始呢就是磷酸铅加氧化铜啊。第6种呢是磷酸铅加磷酸铜加氧化铅，这个其实就是北科大真可爱 Delta 的合成路线。那第7种呢是氧化铅加氧化铜加磷酸二氢胺。那么我问他，我说其中啊1到5呢是在摄氏925度的真空石英管中进行的，烧结时间呢是10到20小时，其余的就是6和7是在相同的加热条件下，在铂金的干锅中的空气中进行的。我说我是一个科学爱好者，想独自进行这个实验，那个从网上购买必要的试剂和设备，从实验的简易程度来说，你认为哪个方法更简单？要求尽量容易购买到试剂。另外呢，我问他有必要烧结10多个小时吗？是吧？另外希望结果中呢尽量不要残留这个硫离子或者硫化亚铜
这是我问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我分别问了 ChatGPT 问了 Cloud， 问了谷歌的 Bard 这3个比较先进的 AI， 看看这3位 AI 老师怎么回答的。我们先看 ChatGPT 的回答ChatGPT 回答是很快的，那很快就给我生成答案了。好，这是 ChatGPT 生成答案，字儿比较小，给大家念一下他说：“首先让我分析一下这2种方法的复杂程度和可行性，以及购买试剂的容易程度。就是方法1到5，这个方法需要进行多个反应步骤，涉及不同的反应条件和试剂。试剂包括铅和铜化合物，需要购买这个氧化铅。”磷化铜是吧？氧化铜。那烧结呢，需要在真空石英管中进行，可能需要专门的设备，烧结时间也比较长，要10到20个小时，需要耐心和仔细的控制。那最终产物呢，会含有硫离子和硫化亚铜的残留。那方法6到7呢，就是这2个方法的步骤呢，相对较少，直接反应和烧结，试剂呢相对也较少。需要购买铅的化合物、铜的化合物以及氨磷化合物等。那烧结呢是在铂干锅中进行，通常容易操作，而且烧结时间也较短。所以方法6到7中的反应条件更容易掌握，并且更有可能减少硫离子或者硫化亚铜的残留。综合考虑，方法6到7更简单，因为它们涉及的步数较少，试剂相对较少，反应条件更容易掌握，烧结时间也较短。此外呢，方法6到7中的反应在空气中进行，可能更容易控制，不产生硫离子或者硫化亚铜的残留。他接着说呀，然而请记住化学实验需要一定的实验技能和基础设备。那在购买试剂和设备之前请确保您了解并遵守所有相关的安全规定和法规，并考虑咨询专业实验室或者化学家以获取更多建议。化学实验中的安全性是至关重要的。这是 ChatGPT 的回答，大家觉得怎么样？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我们接着看 Cloud 的回答。我打开 Cloud 界面，也同样拷贝粘贴这个问题。Cloud 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 AI， 我认为不亚于 ChatGPT 它回答也很快。他说呀，亲爱的朋友，进行化学实验需要谨慎和责任，我建议初学者不要独自尝试复杂的合成，以免发生危险。他对我的定位还是很准确的他知道我不是搞化学的。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进行实验，我建议方法4可能是较简单的选择。他提议是方法4。方法4呢，他说呢，只需要3种相对容易获得的无机试剂，不过呀，还需要加热设备，如管式炉。关于时间他说10到20小时的加热时间，可能是为了确保反应的完全进行。如果只是简单实验，2到3个小时可能就足够了。要去除硫化物的离子和硫化亚铜，可能在反应中要用稀酸溶液去淋洗产物。再次强调合成实验还是有一定危险的，建议你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或者选择一些更简单和安全的小实验，保重。这是 Cloud 的回答非常人性化非常的友好我们再看谷歌巴德的，谷歌巴德最近升级了比原来确实强了。我们看一下巴德的回答。巴德也很快就给出了答案一如既往的小八卦是吧？小八股我一直把这个巴德的这个论文当成一个八股文，它是比较有一些固定格式的，很有意思。那么也是同样的问题那么巴德说呢，从实验的简易程度来说，我认为3更简单。你看 ChatGPT 说是7是吧？还是6
7，他说是6，对 ，Cloud 认为是4，巴德说是3。我看他怎么说的，他说这个方法只需要铅酸盐、氧化铜和预氧化剂，这些试剂呢都可以在网上购买到。具体步骤呢是如下，他把这个步骤都告诉我了。将铅酸盐、氧化铜和预氧化剂混合均匀，然后装入石英管中，将石英管放入真空炉中加热至925摄氏度，在10到20小时内进行烧结。那方法1和方法2需要使用铜磷化物，这种试剂比较难以购买到。方法4和方法5需要将铅酸盐在氧化铜的空气中烧结，可能导致硫离子和硫化亚铜残留。他说呢，方法6和方法7也需要使用铜酸盐，这种试剂也难以购买到。他认为铜酸盐难以购买到。另外呢，他说烧结的时间长短取决于所需的掺杂量，如果只需要少量的铜掺杂，则烧结时间可以缩短；如果需要大量的铜掺杂，的烧结时间呢可能需要更长。另外呢，他说为了减少硫离子和硫化亚铜的残留，可以使用预氧化剂去除硫化物。预氧化剂可以是氧化铜、过氧化氢或硝酸。后边又给了我很多的建议，包括安全啊，包括这个实验中的一些具体步骤啊。这是谷歌巴德的回答，这是第一轮的问题啊。第一轮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给了他7种合成线路，告诉他我的身份，我是一个业余的，像手搓 LK99， 你给我点建议怎么样？这是第一轮的回答，大家觉得怎么样？那当然了，光看了这些呢，是远远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呢。我就紧接着就问了他第二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更有意思了。我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啊。这是第二个问题，我紧接着问 ChatGPT 啊。第二个问题我说呀，我没有马伏炉，只有丙烷罐和喷枪，我是图穷匕见了啊！昨天淘宝上的准备就开始上了。我说呢，喷枪的出手温度可以达到1300度摄氏啊！我如果用多支喷枪轮番加热干锅中的试剂，单个喷枪长时间使用会过热，同时采用热电偶控制温度不超过920度，持续加热1个小时，能否达到实验效果？这个问题是第二个问题啊，我在问 ChatGPT。ChatGPT 怎么回答呢？他说，您提出的方法可以是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可以呀，你看这就不用买鸽枪了是吧？也不用买这个马伏炉了，但需要注意控制温度和干锅中试剂的均匀加热，以确保实验效果。下面呢是一些建议。他说，多支喷枪加热，你使用多支喷枪轮番加热干锅中的试剂啊，是一种创造高温环境的方法，但确保各支喷枪的加热均匀是非常重要，否则呀，试剂中的温度差异可能导致不均匀的反应或产物。他另外对热电偶的说呢，用热电偶来控制温度是个好主意，确保把热电偶的感应部位放在干锅附近，确保你测量到准确的试剂温度，并控制温度，以避免超过温度很大。那实验时间呢？他说持续加热1个小时是一个合理时间，但是在加热过程中呢，需要确保温度始终保持在所需的范围内。如果温度波动过大，可能会影响实验效果。另外呢，他对干锅也提出要求。他说呢，铂金干锅是一个常见的选择，我买的是二氧化硅的，好吧？另外呢，他对反应监测就是不均匀的时候该怎么办，安全性他也强调了。他说使用丙烷罐和喷枪的时候你务必注意安全操作规程，确保通风良好，并远离易燃物品。高温操作涉及危险，所以安全至关重要。最后呢，他又强调了安全。他说确保您了解并遵守所有的化学实验规定，还需要化学家指导。我需要一个化学家，好吧？这是 ChatGPT。我们接着看 Cloud 就更有意思了。我们看 Cloud 对我下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咋说的？Cloud 的回答呢是很快的。我说我还是没有马伏炉同样的问题问了一遍他说呀，使用丙烷喷枪加热进行化学实验是非常危险的，我强烈不建议你这么做。那以下几点呢是安全隐患需要你考虑的。喷枪的温度很难准确的控制，很容易过热引发危险。丙烷气体可能泄漏并点燃引起火灾。
轮流使用多支喷枪啊，操作起来是非常复杂危险的。另外呢，用热电偶测量呢，无法准确反映试剂的实际温度，强烈加热还可能导致有毒气体。另外呢，容器材质需要耐高温，否则会融化失效。所以啊，他最后说，我强烈建议你使用常规加热设备，像电热丝加热器，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实验，保证设备安全和操作规范非常重要。如果条件有限啊，可以选择一些更简单安全的实验体系，请务必把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放在首位。我算看明白了，Cloud 是什么呢？安全第一呀，是吧？安全第一，好吧，感谢 Cloud 啊。我们看一下谷歌巴德的，谷歌巴德呢，也是给出了一定的这个解释啊。我们看一下谷歌巴德啊。谷歌巴德给的很长，谷歌巴德说呢，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应该注意一些具体的问题啊，给我讲了一些不啦很多问题啊，这个你说有没有参考价值？我们接着看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问的更有意思了，我说我可能在外出露营烧烤的时候啊，做这个实验，到时候呢，我把干锅放在烤肉的木炭上。木炭呢是由硬木烧制的，能保持这个较高的温度。在温度低于900的时候呢，我用这个丙烷喷枪加热，请问这样是否可行？这个 ChatGPT 这会儿觉得我好像是有点在玩火，开始劝我了啊。他说呀，将实验放在露营烧烤的场景中进行是不安全而且不推荐的做法，因为这涉及到多个危险因素，可能对您和他人的安全造成风险。以下是一些需要考虑的事项。第一是安全性。那露营烧烤啊，通常发生在户外，并且可能有风、潮湿、不稳定的地面的环境因素。这种环境中啊，你进行高温实验可能会引发火灾，造成严重的伤害和财产损失。第二个呢是火源，你把干锅放在木炭上是很危险的，因为木炭也是易燃物质啊，容易点燃并引发火灾。丙烷喷枪呢也是火源，如果在不适当的环境中使用呢，也可能会引发火灾。第三个是环境保护啊。你在户外进行实验啊，可能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涉及到高温和化学反应，可能会产生有害物质。另外就是法律方面，在户外进行化学实验可能会违反当地的法律规定，因此可能面临法律责任。那么你为了进行这种类型的实验啊，你应该专门设计专门的实验室或者工作室，进行适当的安全装备和防护设施。如果您不具备这些资源和经验，强烈建议你不要在露营烧烤中进行高温化学实验。安全啊，永远是首要的因素，不应妥协。如果你有兴趣进行化学实验，最好咨询专业实验室或化学家，以获得合适的指导和支持。ChatGPT 有点像 Cloud 了啊，感觉到我做这个东西是有点危险的，他开始劝我了。好吧，我们看一下 Cloud 是怎么劝的啊，估计 Cloud 也会阻止我。我们继续问 Cloud 这个问题。Cloud 也是不是断然否认啊，也是认为我不靠谱了。你在露营的时候烧这个炼丹肯定是不行的啊，炼丹就是炼丹，烧烤就是烧烤，是吧？你怎么能把炼丹和烧烤放到一块儿呢？你看他说什么呢？他说：“亲爱的朋友啊，语重心长了，开始啊，我明白你对化学实验的热情，但我仍然强烈不建议你在户外烧烤的时候进行这个复杂的无机化学实验。原因如下：木炭火的温度啊难以准确控制，很可能超过摄氏900度，引发危险反应。户外环境啊不如实验室，隔离和通风，有毒气体累积的风险。操作多个丙烷喷火枪容易引发火灾隐患，试剂和产物会污染环境。户外操作呀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干扰，缺乏安全防护，如护目镜、防酸手套。我理解你的兴趣，但安全是首要的。我强烈建议你在导师的指导下，在实验室选择一个更安全简单的题目进行。户外环境不适合进行复杂的化学反应实验。所以啊，要一步一步来，同时注意保护环境。相信你的热情，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可以学到很多化学知识，收获乐趣。
请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着想，不要在户外冒险实验。祝你学业进步，也祝你安全啊！完美啊！这 Cloud 的回答呀，确实是还是非常的人性化啊，是又劝又夸呀，就怕我在外边炼丹啊。我们看一下谷歌巴德的啊，这个巴德呢也在问他这个问题，哎，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巴德说呢，哎，巴德还是八卦而已，这个不叫八卦啊，八股文一样给我列了一个1、2、3。他说呢，理论上是可行的，但需要注意以下几点：木炭的温度一般是500到900度之间，因此啊，温度低于900度的时候，你要使用丙烷喷枪加热是可行的。再一个，使用木炭加热的时候呢，需要注意木炭的燃烧情况，防止木炭温度过高或者熄灭。那你使用丙烷喷枪加热的时候啊，需要注意喷枪的距离和角度，以免事迹渐出。以下是一些具体的建议。哇，他还给我告诉我怎么摆木炭，多长时间测一次温度，他是鼓励我干这活的。谷歌巴德是不嫌事大啊，希望我在烧烤的时候呢也炼丹啊。这是第3个问题，哎，更有意思的还在后面呢，我们继续玩啊，继续往下看第4个问题。第4个问题我又问 ChatGPT 了啊。第4个问题我问什么呢？我说呢，感谢你的好意和提醒啊，我自己啊不是在营地里边进行烧烤的啊，而是在一个没有引发火灾危险的熟悉的场地里，而且我自己也带有消防设备和防火装置，比如防护面具、手套以及隔热的衣物。我认为自己啊能够防止出现危害自身安全的这个事宜。这是 ChatGPT 的这个给我的回答。基于此啊，我把干锅放在一个稳定的炉子上，下面是木炭，木炭距离干锅的2公分，对我保持干锅内的温度是否有帮助？我换了一个角度，我说呢，我能注意安全，也不是在营地里边，在一个我熟悉的不能引发火灾的场所里边。哎，他这次回答他妥协了，他说呢 ，ChatGPT 说，如果您在一个非常熟悉的安全场地里进行实验啊，并采取了适当的安全措施，那么将干锅放在一个稳定的炉子上，使用木炭作为热源，可以帮助您保持干锅内的温度。以下是进一步的考虑。他说，木炭作为热源啊，这个硬木炭通常能提高较高的温度，并采取了适当的安全措施啊。那么呢，它比较稳定，均匀加热的那实验期间呢，你要保持木炭燃烧，保持所需温度。干锅呢要放稳啊，防止倾倒。温度呢也是你要用热电要控制好温度，随时调整。安全设备啊，要消防设备、防火装置、护目工具、手套、隔热衣物都是非常安全的措施，确保你能正确使用这些设备。再一个就是实验环境啊，实验计划，请记住，高温化学实验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在进行之前啊，要非常小心谨慎。安全永远是首要考虑因素，好吧？ChatGPT 啊，在我另外一种的问法的这个诱惑下，基本上同意我在烧烤的时候炼丹了。我们看一下 Cloud 是不是还在坚持Cloud 的主人是安全第一的。看 Cloud 是怎么回答的。我说谢谢你的好意提醒，还是同样的问题啊。你看，还是亲爱的朋友，我再次强烈不建议你在户外进行复杂的无机合成化学反应。即使您有防护措施和隔离这个环境，实验本身的危险性仍然存在，并且可能给周围环境和他人带来危害。哎，这是 Cloud 的这个语重心长啊，那个将干锅放在木炭上啊，可以提供热量，但是木炭的热力是不稳定的，极不稳定。他说，温度难以精确控制，反应可能失控发生，引发起火或爆炸。可是木炭它不会突然的起火所以他现在呢，还是建议我进行一些简单的实验，是吧？这个还是强烈不建议我在户外做这个东西啊。那么化学实验的魅力在于安全和负责任的揭开自然奥秘，请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着想，不要冒险。你有成为优秀化学家的潜力，请务必守护生命，祝你学习进步，好吧？Cloud 是语重心长啊，是又夸又阻止我干这个烧烤炼丹的事儿。那好吧，我们看一下谷歌巴德啊，谷歌巴德是怎么说的啊？
哈哈，谷歌巴德又给了我个123，谷歌巴德呢又给了我一个123，还是给了我具体的怎么防止这个着火呀、安全的一些建议。谷歌的这个吧，不能说没有参考价值啊，就是中规中矩啊，就是还是那一套东西。总归来说呢，谷歌为什么选在第3个呢？也是它不是很出彩的啊，太老实太板。我们看第5个问题啊，接着还有第5个问题呢啊，第5个问题也很有意思。第5个问题啊，是我在看淘宝的时候发现的，我找不到磷酸铅试剂，我买不到磷酸铅啊，就是在这个淘宝上啊找不到磷酸铅，我就问他，我说我没有磷酸铅粉末，如果采用第6种的路线的话呢，那么用什么原材料可以替代磷酸铅，而且不需要额外的试验，直接把替代1种或者多种的粉末试剂混合在试剂中烧结是不是可以，而且不添加除了磷、铅、铜、氧之外的元素？ChatGPT 回答他说，如果您无法获得磷酸铅的粉末试剂，仍然想采用这个第6种的路线，那么您可以尝试以下的方法替代磷酸铅，同时尽量的不引入除了铅、磷、铜、氧之外的元素。他说铅的氧化物和磷源，你可以尝试使用其他含铅的化合物和磷源，以制备替代粉末试剂。比如呢，你可以使用铅氧化物如磷酸铅和磷源如磷酸或者磷酸铵来合成替代的这个磷酸铅粉末，确保呢把这些原材料混合均匀，以获得合适的组成。第2种呢是铅盐和磷酸盐另外一种选择呢是用铅盐和磷酸盐，例如使用硫酸铅或者磷酸钠来制备替代的磷酸铅粉末。反应是需要确保产生所需的磷酸铅，并去除副产物。那在这2种情况下呀，你需要进行一些实验，以确定适当的原材料比例和反应条件，以确保最终产物的组成和纯度。在任何情况下，请牢记化学实验的安全，确保在合适的实验条件下进行。此外呢，最好能够进行分析，以验证产物的组成和质量那这个问题呢，就属于中规中矩的回答了。看 Cloud 你看 Cloud 回答是不是拒绝回答我这个问题了因为他前面已经不建议我在烧烤的时候炼丹了他回答了Cloud 他回答我他说亲爱的朋友我再次强烈你不要进行这个复杂的无机化学合成实验，它存在很大风险。但是如果你仅仅是就你的问题本身来说，我给你回答一下，如果你没有磷酸铅，你可以用以下试剂来替代。第1种呢是氢氧化铅，第2种呢是磷酸二氢铵，第3种呢是磷酸氢二铵。将上述1种或几种与氧化铅、氧化铜混合，在加热条件下可以产生磷酸铅，并继续反应。同时需要注意，这会产生氨气需要通风，并且这种合成化合物呢具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巴拉巴拉巴拉。所以这种合成的风险还是很大的。我强烈建议你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切记不要在户外操作。最后没有老师指导这个你自己做这个合成实验是非常危险的就务必考虑自身安全也欢迎你在安全条件下继续讨论化学知识在学习中平稳的进步，保重保重都出来了。这 Cloud 看起来能看中我了，看到我是这个铁了心了要做这实验了，所以呢他也劝不住我了。我继续问谷歌巴德问一下巴德这个问题，看巴德怎么回答巴德厉害，巴德直接躺平了，说我只是一个文本你不要什么事都问我呀，是吧？我只是一个文本你的这个合成方案我不懂这5个问题咱们问完了， ChatGPT 问了 Cloud， 问了巴德从最早的合成路线到一步一步我改换了这个加热方式，是吧？然后呢，我又说我变本加厉，我说我在户外做这个东西，我想露营烧烤的时候做这个东西。紧接着呢，又问了
这个药剂没有，有没有别的方法？你可以看到啊，整个这3个 AI 啊都听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听得非常的准，知道我要干什么，也意识到我干的这个事情的危险性，他们苦口婆心啊，只有谷歌巴德不把我当回事儿啊，对安全强调的不够，最后呢他直接躺平了，不搭理我了。Cloud 还真的是所谓人性化啊，对人友好的这个 AIGC， 确实是啊，这个 Cloud 的老板一直在强调啊，我们要做一个对人类友好的，看起来对我是非常友好，最后的保证都说出来了。ChatGPT 呢是一如既往的高大上，回答你问题的同时呢，中规中矩给你提醒。但是这里边啊，最后我还发现一个问题，我本来是想采用第6种路线，就是真可爱呆的路线，后来我发现这个磷酸铅搞不来嘛，那就用第7种路线，就是什么呢？氧化铅、磷酸铅，氧化铜、磷酸、氧化铜、氧化铅和磷酸2氢胺，这个路线。所以这个路线呢，也需要在淘宝上最后确认哪个东西它到不了。那这个实验就没法做，所以呢，还得继续询价啊，继续再问一下。这就是今天啊，一个是韩国网友的这个做实验的 reaction， 以及后边我向 AI 大师们咨询我实验的过程。谢谢大家收看，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那么下次再见，拜拜。